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又酸又甜的爱情故事，这个故事可不是一般的狗血啊。咱们先说说故事的女主角，四川农村姑娘王小柔。这个小柔啊，今年25岁，长得清清秀秀，虽然不是那种惊为天人的美女，但看着就特别舒服，有种邻家女孩的亲切感。可是啊，她的人生经历可一点都不轻松。他爸是个赌徒，赌博成瘾，家里的钱都被他赌光了。他妈呢，长期被家暴，最后被打得不行了，没了。小柔才8岁就被送进了福利院，从小就过着集体生活。16岁那年，他遇上了人贩子，被骗走了，差点就被卖到偏远山区。幸好啊，他机灵，死里逃生跑出来了。但是人生地不熟的，又不敢回去找人贩子的麻烦，就只能流落街头。那时候他就靠捡垃圾过日子，捡废品卖钱。有时候饿的实在不行了，就去饭店后门等人家扔剩菜剩饭。日子虽然苦，但小柔这姑娘心气高，她勤快肯吃苦，慢慢的找到了在小餐馆打工的机会。从洗碗开始做起，天天省吃俭用存钱，就是想有朝一日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。这就是她的梦想，简单但很真实。就这样，他的生活看起来渐渐步入正轨。可是谁能想到，缘分这东西真的妙不可言。在他24岁那年，他在餐馆打工时，认识了咱们的男主角李志明，一个地地道道的台湾小伙子。这个李志明啊，是来大陆出差的台湾商人，做的是电子产品贸易，长得白白净净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很有那种知识分子的气质。他来这家小餐馆吃饭，一来二去就和小柔熟悉了。刚开始啊，小柔对志明的印象还挺好，觉得这人说话文质彬彬的，不像那些粗鲁的食客。但他心里也有顾虑，毕竟自己是什么出身啊，哪敢高攀人家台湾来的商人。再说了，大陆姑娘和台湾男生在一起的故事，他在网上看过不少，有甜的，也有酸的，更多的是苦的。但是志明很有耐心，常常找各种理由来餐馆吃饭，就为了能多看小柔几眼。有一次餐馆特别忙，小柔手忙脚乱的时候，不小心把热汤泼到了手上，志明二话不说，马上拉着她去医院处理伤口。小柔那时候心里就砰砰砰的，想着这个人好像真的对我不一样哦。可是恋爱的路哪有那么顺啊？志明回台湾后，给家里人说想交一个大陆女朋友，他爸妈立刻就炸了锅。什么？大陆妹？你疯掉啊？那些大陆女孩都是冲着钱来的啦！志明妈妈第一个跳出来反对，就是啊，你不知道哦，邻居家的儿子娶了个大陆老婆，结婚不到半年，房子车子都转到他名下，然后人就跑了，这种新闻天天都有，你是没看到吗？志明爸爸也帮腔道，志明很无奈，拜托你们别这样好不好？小柔不是那种人，她很单纯，很善良，而且非常勤劳、单纯。善良？儿子啊，你是被人家的外表骗了啦。大陆和台湾差很多，文化不同，想法不同，价值观不同，能长久吗？另一边，小柔这边也不太平。餐馆的老板娘知道后，天天在她耳边唠叨：小柔啊，阿姨跟你说，台湾男人没你想的那么好。表面上彬彬有礼，骨子里精明得很。他们那边结婚可没我们这边南方给房子的习惯，你嫁过去可是什么都没有的。再说了，你知道台湾那边怎么看大陆新娘的吗？人家觉得我们都是穷山沟里出来的，没见过世面，好骗。你可别被人家哄两句就晕头转向了。这些话让小柔心里也打起了退堂鼓。她开始怀疑志明是不是只是玩玩而已。台湾真的会接受我这样的大陆姑娘吗？我们的差距会不会太大了？可是啊，爱情这东西就是不讲道理。志明每天视频发微信，甚至定期飞到大陆来看小柔。他带小柔去看电影，去吃好吃的，去逛街，给她买了一部新手机，还给她看台湾的照片，告诉她台湾的风土人情。小柔，你知道吗？台湾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虽然地方小，但是很发达啊。台北的夜市超好逛的，我们家住在台中，那里有日月潭，风景很美，你一定会喜欢。小柔听着这些，心里又甜又酸。甜的是志明真的很在乎她，
酸的是两人之间的差距似乎真的很大。她只是个没什么文化的打工妹，而志明是台湾有头有脸的商人家庭出身。但是啊，志明是真的爱她。有一次，小柔不小心说漏嘴，告诉志明自己的身世，还有那段被拐卖的经历。她以为志明会嫌弃她，没想到志明听完后眼睛都红了。小柔，你受苦了，以后有我在，不会再让你吃这样的苦。就这一句话打动了小柔的心。在交往1年后，两人决定结婚。当然，双方的家人还是反对的。志明的爸妈说，你一定是被他灌了迷魂汤，大陆女孩8成是看上我们家的条件了。小柔这边呢，老板娘和其他关心她的人也都劝她嫁到台湾去，又远又陌生，万一受委屈了怎么办？但是小柔心意已决，我相信志明，他不是那种人。再说了，我这辈子已经吃过最苦的苦，受过最大的罪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就这样，在重重阻碍下，小柔和志明终于结婚了。婚礼办得很简单，在台湾的一个小餐厅里，只请了志明的亲朋好友。小柔这边连个亲人都没有，只有餐馆的老板娘特意飞过来参加。婚后，小柔正式成为了台湾媳妇。初到台湾，她发现这里确实和大陆不太一样。台湾的街道很干净，人们说话都很客气，习惯用敬语，连公交车司机都会说谢谢。但是啊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还是慢慢显现出来了。首先就是吃饭问题。小柔是四川人，喜欢麻辣鲜香的川菜，而台湾这边的口味偏清淡，吃起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她想做川菜给志明吃，志明倒是很捧场，但是公公婆婆就受不了那个辣味，总是皱眉头。然后是语言问题，虽然都说中文，但台湾这边的国语里混着闽南语，有时候小柔听不懂公婆在说什么，还以为他们在说她坏话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最让小柔不适应的是志明家里的生活方式。在小柔的印象中，台湾应该很发达，志明一个做生意的，家里条件应该不差。可是她发现志明家的房子不大，装修也很简单，家具都是用了很多年的老式款。更让她意外的是，志明一家人超级节约，这个牙膏还能挤出来一点，别浪费，吃不完的菜明天热一热再吃。这件衣服虽然旧了，但还能穿，没必要买新的。这些话成了小柔每天都要听到的。刚开始她还能理解，毕竟节约是美德嘛。可是慢慢的，她发现志明家的省钱已经到了一种近乎抠门的地步。有一次，小柔看中了一条裙子，不贵，才700多台币。志明居然说这个太贵了啦，可以去夜市看看，说不定300就能买到类似的。小柔心想，你平时出差住5星级酒店，怎么到我这儿就这么计较这点钱？但她没说出口，只是默默地放下了那条裙子。再比如，志明家的冰箱坏了，制冷效果不好，公婆居然说还能用，不用换。结果里面的菜经常坏掉，反而浪费更多。还有一次，小柔想买个好一点的锅来做菜，志明妈妈立刻说，你看这个老锅子用了20年还好好的，何必买新的呢？小柔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我就想买个锅子做好吃的给你们吃，至于这么抠吗？更让小柔心寒的是，她发现志明对待公婆花钱很大方，给妈妈买名牌包包眼都不眨一下，但是给她买东西就各种嫌贵，各种讲价。是不是因为我是大陆来的，所以就活该什么都将就？小柔越想越委屈。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结婚1周年的时候。小柔本以为志明会有什么浪漫的安排，至少也该一起吃顿好的庆祝一下。结果志明下班回来带了一盒便利店的寿司，说今天超市特价，顺便买的。小柔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，就这，我嫁到台湾来，远离家乡，放弃工作，每天围着你们家团团转，结婚1周年就值这么一盒打折寿司。她再也忍不住了，爆发了。志明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失望？我在大陆虽然穷，但是我有尊严啊，我不是来你家当佣人的。我也想要被尊重，被重视。你们总觉得台湾多发达，看不起大陆，可是你看看你们的生活方式，有哪点像是发达地区的人，省吃俭用，连换个冰箱都要计较半天。这和我们农村有什么区别？志明被这突如其来的爆发弄懵了。小柔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家是有钱，但我们台湾人就是这样，再有钱也不铺张浪费，
这是美德啊。美德？你给你妈买名牌包的时候怎么不讲究这个美德？我就想买条裙子，买个锅子，就这么难？那我要你这个有钱人有什么用？还不如我自己在大陆打工，至少挣的钱自己能做主。这一吵可不得了，把憋在小柔心里1年的委屈都吵出来了。志明也火了，你嫌我家穷是不是？当初谁答应得好好的，说不在乎物质条件？看来是我看错人了。就这样，小柔和志明开始了冷战。小柔甚至萌生了离婚的念头，她给老板娘发微信，我受不了了，想回大陆。老板娘回她，早就告诉你了，台湾男人都是这样，表面风光，实际抠门。你看开点，要么忍着，要么就回来。就在小柔打算收拾行李回大陆的时候，她无意中发现了一件事，志明的事业其实并不是很顺利。他表面上光鲜亮丽，其实公司最近亏损严重，他省吃俭用是因为要还公司的债务，而且他一直瞒着家人，不想让父母和小柔担心。这个发现让小柔心里很复杂，一方面他为志明的隐瞒感到生气，另一方面他又能理解志明的苦衷。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，小柔决定和志明摊牌，好好谈一谈。志明，我知道公司的事了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志明愣了一下，然后叹了口气，我不想让你担心。你从小就过得那么苦，好不容易来台湾，我想给你好日子过。如果让你知道我现在这么困难，你会不会后悔嫁给我？小柔听了这话，心一下子软了。傻瓜，我嫁给你是因为爱你，不是因为你有钱。只要你对我好，坦诚相待，什么困难我们都能一起面对。志明紧紧抱住小柔，对不起，我不该瞒着你。我以为我能很快解决问题，没想到越陷越深。我爸妈不知道这些事，他们一辈子节约惯了，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小柔突然明白了公婆为什么这么抠门，原来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。台湾经济其实很发达，但是老一辈人经历过艰苦时期，养成了节约的习惯。在他们看来，不管多有钱，都要过硬头皮的生活，这是一种美德。而他却因为这些文化差异和志明大吵一架，甚至想到了离婚。想到这里，小柔很是内疚。志明，以后有什么事我们一起面对，好吗？不要再有隐瞒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就这样，两人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解。小柔开始尝试理解台湾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，而志明也开始更加尊重小柔的感受和需求。但是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。虽然两人和好了，小柔还是提出了离婚。她觉得自己和志明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了，与其日后更痛苦，不如趁早结束。志明很震惊，为什么？我们不是刚刚和好吗？小柔眼含泪水，志明，我是真的爱你，但是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。你公司已经这么困难了，我留下来只会让你更难做人。再说了，我们之间的鸿沟太深了，你们台湾人的思维方式，我可能一辈子都学不会。就这样，在结婚1年0 3个月后，小柔和志明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小柔回到了大陆，志明留在了台湾。分开的那天，两人都哭得像个孩子，但谁都没有挽留对方。回到大陆后，小柔重新回到了那家小餐馆工作。老板娘看她憔悴的样子，心疼得不得了。傻丫头，早就告诉你不该嫁那么远的，吃了苦头了吧？小柔摇摇头，阿姨，我不后悔，真的。那1年的婚姻让我成长了很多。是的，那1年的婚姻确实让小柔学到了很多。她学会了更加独立，更加坚强，也更加理性地看待两岸的差异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柔专心工作，存钱，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餐馆。她的勤劳和善良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和支持，生意渐渐好起来。而台湾那边，知名的公司也慢慢走出了困境。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，意识到自己对小柔的爱不够坦诚，不够体贴。他后悔自己没有更好地理解小柔，没有给她足够的安全感和尊重。就这样1年过去了。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，小柔的餐馆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，志明。他站在门口，手里捧着一束花，眼神中充满期待和紧张。小柔，我来看你了。小柔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回台湾。志明说，这1年我一直在想你，没有你的日子我过得很不好。可是我们已经离婚了啊，
再说，我们之间的问题还是存在的。小柔有些犹豫，是的，问题依然存在，但这次我们可以一起面对。志明诚恳地说，这一年我想明白了，爱一个人不是要改变他，而是要接纳他的全部，包括他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。我们可以找到一种适合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方式。小柔听了这话，心里有些动摇，但还是摇摇头。志明，我现在很好，我有自己的餐馆，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不想再冒险了。志明没有放弃。小柔，我知道你害怕再受伤害，但我真的改变了。我公司现在好多了，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房子，不用和父母住在一起。我尊重你的工作和梦想，你可以在台湾开一家川菜馆，我来帮你。看着志明真诚的眼神，小柔的心又软了。但是她想起了那一年的痛苦和委屈，还是迟疑了。给我一点时间考虑，好吗？好，我会一直等你。就这样，志明开始了他的追妻计划。他在小柔的餐馆附近租了房子，每天都来吃饭，帮忙干活。他学着做川菜，虽然总是做得不伦不类，但至少态度诚恳。他还认真学习四川方言，努力理解小柔的文化背景。小柔看在眼里，感动在心里。他渐渐发现，志明真的变了，他变得更加体贴，更加包容，更加愿意沟通。有一次，志明帮小柔采购食材，看到一家店在卖很漂亮的厨具，二话不说就买下了。小柔很惊讶，这么贵，你居然舍得买？志明笑着说，对你重要的事情就是对我重要的事情。钱可以再赚，但你的心意无价。这句话触动了小柔的心，她开始认真考虑是否要给两人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最终，在志明来大陆半年后，小柔决定和他复合。这一次，她不再是懵懂的小姑娘，而是一个经历过婚姻挫折、更加成熟理智的女人。她明白，两岸的差异客观存在，但只要两人愿意相互理解、相互尊重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在复合的宣言里，小柔说：“志明，我愿意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但这次我有条件。我们要平等相处，坦诚沟通。我不会再为了迎合你们的生活方式而委屈自己，你也要学着接受我的文化和习惯。”志明郑重地点头：“我答应你，小柔。这次我们一起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庭文化。”就这样，小柔和志明又走到了一起。这一次，两人都更加珍惜彼此，更加包容对方的差异，更加注重沟通和理解。小柔也终于明白了，台湾社会确实很发达，但发达不等于奢侈和挥霍。台湾人的节约并非吝啬，而是一种生活智慧和价值观。而大陆女生的直率和热情也并非粗鲁无礼，而是另一种表达爱的方式。小柔和志明复合后，决定再次步入婚姻殿堂。这一次，两人都成熟了许多，对彼此的文化差异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。他用自己的双手不仅实现了开店的梦想，还在台湾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。志明在旁边忙前忙后，打下手、收银、招呼客人。虽然累得满头大汗，但脸上的笑容就没消失过。他为妻子的成功感到骄傲，也为自己能支持他的梦想而自豪。生意越来越好，有台湾媒体来采访这对跨海夫妻档。记者问：“小柔，你觉得台湾和大陆最大的差异是什么？”小柔想了想，说：“刚来台湾时，我以为差异在于富裕程度，后来才发现，真正的差异在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。台湾确实很发达，但人们并不崇尚奢侈，反而很注重品质和内涵。这一点让我很敬佩。”记者又问：“那你们是如何克服这些差异的呢？”志明接过话头：“相互理解，相互尊重，还有不断沟通。我们现在会定期坐下来谈心，说说各自的感受和想法。有时候会争吵，但吵完了反而更明白对方在想什么。”小柔补充道：“对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庭文化。我们既不完全按台湾的方式生活，也不完全按四川的方式，而是找到了适合我们两个人的中间点。”这段采访播出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，很多跨海婚姻的夫妻都说受到了启发，纷纷留言表示感谢。谢谢小柔和志明分享你们的故事。我和我台湾老公结婚3年了，一直因为生活习惯不同而吵架。看了你们的故事，我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，我们需要更多沟通。我是台湾男生，老婆是江苏人。
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他这么在意面子，现在我懂了，这是文化差异，我们需要相互尊重。看到这些留言，小柔和志明都很感动，他们没想到自己的故事能帮助到这么多人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小柔和志明的感情越来越稳固。他们经历过风雨，更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。有一天，小柔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她激动得不得了，第一时间告诉了志明。志明，我怀孕了，我们要当爸爸妈妈了。志明听到这个消息，激动地抱起小柔原地转圈。太棒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怀孕后，小柔把餐馆交给了助手打理，自己在家安心养胎。志明更是紧张得不得了，恨不得把小柔捧在手心里。小柔，今天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，累不累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这个枕头软硬合适吗？我再去买个新的。小柔被他照顾得哭笑不得，我只是怀孕，又不是生病，你别太紧张了。但心里却甜滋滋的，这种被爱的感觉实在太美好了。志明的父母知道小柔怀孕后，也变得格外热情。志明妈妈几乎天天来看小柔，带各种补品，还教她台湾传统的孕期注意事项。小柔啊，这个红豆汤很好的，可以补气血。来，这是我亲手织的胎毛线衣，我们台湾这边有传统，婴儿出生后穿上会很健康。小柔很感动，也渐渐明白了台湾人的处事方式。表面上看似斤斤计较，实际上却是把爱藏在心里，用行动表达。而大陆人则更喜欢直接表达，恨不得把爱都写在脸上。两种方式各有千秋，没有对错之分，只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。怀孕7个月时，小柔梦见了自己的母亲。梦里，母亲轻抚着她的脸，说：女儿，妈妈为你骄傲。你找到了真爱，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妈妈在天上看着你，祝福你。小柔醒来后，泪流满面。她轻抚着自己隆起的肚子，对腹中的宝宝说：宝宝，你的外婆是个了不起的女人。虽然她已经不在了，但她的坚强和善良都会通过妈妈传递给你。就这样，在家人的关爱下，小柔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，取名李两岸，寓意连接两岸的爱情结晶。小两岸的出生，让这个跨海家庭更加完整。志明的父母疼爱这个孙子，疼爱得不得了，整天抱着不撒手。志明更是把工作时间都调整了，就为了能多陪陪儿子。小柔看着这一切，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满足。她想起了自己曾经的苦难经历，又看看现在的幸福生活，不禁感叹命运的神奇。有一天晚上，小柔和志明坐在阳台上，看着满天繁星，喝着茶，聊着天。志明，记得我们当初吵架时，我说过台湾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发达吗？小柔笑着问。志明点点头，记得啊，那时候你可生气了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发达不只是物质上的丰富，更是精神层面的充实。台湾的确很发达，因为这里的人懂得珍惜，懂得感恩，懂得用心生活，小柔感慨道。志明握住小柔的手，而大陆也很了不起，那里的人勇敢直率，敢于追梦。就像你敢于为爱跨越海峡，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小柔靠在志明肩膀上，轻声说：其实啊，两岸之间的距离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远。只要心是连在一起的，无论多远的距离都能跨越。小柔看在眼里，感动在心里。她渐渐发现，志明真的变了，他变得更加体贴，更加包容，更加愿意沟通。有一次，志明帮小柔采购食材，看到一家店在卖很漂亮的厨具，二话不说就买下了。小柔很惊讶，这么贵，你居然舍得买？志明笑着说：对你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对我重要的事情。钱可以再赚，但你的心意无价。这句话触动了小柔的心，她开始认真考虑是否要给两人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最终，在志明来大陆半年后，小柔决定和他复合。这一次，她不再是懵懂的小姑娘，而是一个经历过婚姻挫折、更加成熟理智的女人。她明白，两岸的差异客观存在，但只要两人愿意相互理解、相互尊重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在复合的宣言里，小柔说：志明，我愿意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但这次我有条件。我们要平等相处，坦诚沟通。我不会再为了迎合你们的生活方式而委屈自己，你也要学着接受我的文化和习惯。志明郑重地点头，我答应你，小柔。
这次我们一起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庭文化。就这样，小柔和志明又走到了一起。这一次，两人都更加珍惜彼此，更加包容对方的差异，更加注重沟通和理解。小柔也终于明白了，台湾社会确实很发达，但发达不等于奢侈和挥霍。台湾人的节约并非吝啬，而是一种生活智慧和价值观。而大陆女生的直率和热情也并非粗鲁无礼，而是另一种表达爱的方式。小柔和志明复合后决定再次步入婚姻殿堂。这一次，两人都成熟了许多，对彼此的文化差异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。